我是来自哔哩哔哩的刘俊啊，化名风恒。然后本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基于机器学习实现的外部端实时反挡弹幕。然后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组织方特意安排了我这个主题其实内容会跟前面那位老师有个梦幻联动。本次分享内容主要包括3部分，第一个是原解析，然后功能实践，然后今天总结。那个反挡弹幕，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弹幕会在那个视频的人物后面啊，就飘过去就不会挡住人啊，这看起来就是，对吧？就是那个在弹幕量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一个观看体验。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就是，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然后提取画面中的那个人物轮廓信息，然后生成这个我们叫 mask，一般是 SVG 描述的。然后那个传统方案的话，服务端一般是用户上传视频之后，然后在离线，在服务器上离线生成的。然后点播是那个离线生成的，点播是那个在那个主播的设备上实时生成，然后通过网络传入到客户端。那客户端从那个网络上下载那个视频流和那个 mask 之后，然后会在本地进行合成。然后那个 mask 跟那个弹幕层进行合成之后，就会得到一个反挡弹幕。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中间的一个人像区域，它就变成一个透明的。它的合成原理其实就是CSS 的一个 mask image 属性。好，那我们有经过前面老师的分享，我们也知道这个模型其实是可以在浏览器中直接运行的。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在浏览器就可以来实现这个一个反挡弹幕的一个功能，然后是不依赖服务端了。那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计算量换一个网络带宽，对吧？那同时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工程复杂度，因为只需要前端就可以实现了。然后它们也可以提供那个一个更高的一个自由度，那用户可以随时的打开或者关闭。那如果是服务端来计算，那么它一般是一些热点视频才会给你那个计算的，你一般冷门视频是没有的。那我们看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一下 MetaPipe。那我们看到，除了可以生成那个 mask 之外，它还有识别那个人的一个姿态呀，然后识别表情啊，或者一些物品啊，都可以去有相关的模型的。好，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对，这个就是在外部端就实时的去计算，其实它的输入只需要一个 video element 的标签了，对。好，这个理论上就可行，然后接下来就我们分享一下一个工程实践过程。然后首先是要选一个因为有好几个模型都提供这个提取 mask 能力，我们要选一个性能比较好的模型。像这2个模型，它的输出的精度其实是一致的，但这个 BlazePose，相对这个 Service Contation 这个模型，它额外提供了一些关键点位信息，对，但是它的一个性能稍差一点，所以我们选择一个Surface Contation 这个模型。那初始状态下，我们参考了官方的一个代码，然后初始状态下它持续占比是70%，对，然后我们的一个预期其实是最多不能超过20%。对，那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降低它的一个提取频率，对，它肯定是可以大量减少这个计算量的。因为直播来讲，一般它的视频是30 FPS，然后我们经过测试，发现一般情况下它是降到15 FPS 也是能正常工作，然后不会明显影响体验的。对，那正常聊天这个肯定是够了啊。如果是一些跳舞什么，那你可能要把这个 FPS 提高一点。就是降低频率之后，这个 CPU 就瞬间就降到50%了。好，那我们就
去录了一下这个还原图来分析这个性能瓶颈。最后发现呢，就是这个 to binary mask 跟这个 to data URL 它占了一个大量的一个 CPU 资源。to binary mask 它其实就是那开源库提供的一个 API。对，但是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是不需要，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能力但是我们是不需要的。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源码，然后用一个最精简的实现来提升它的一个性能。其实主要就是这3行代码，就是我们拿到它的一个原始的图片，然后反向填充一下，设置一个混合模式，反向填充一下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 mask。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模型它输出的是一个人物这个形象的，对，但是我们需要的mask 是正好相反的，因为那个 CSS mask image 的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把那个 DOM 的那个DOM 跟那个图片的阿尔法通道那个值进行相乘，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中间是透明的，对，所以我们是需要反向填充一下，但是这反向填充它性能其实很低的。消耗很低。那这个时候我们替代实现之后，它的 CPU 占有就33%了。然后那个 to data URL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把那个原始那个图片信息编码成一个 PNG base64 字符串。然后它其实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是一个由浏览器实现的一个同步方法，我们就没办法优化它，没办法直接去优化它。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一个计算量转移到 Web Worker 中，由主线程序提供这个 image map， 然后 Worker 来返回这个字符串，就是这个时候它的那部分工作量就转到 Worker 上，然后就不会影响用户的一个交互体验了。因为那个 image map 这个 image map 它是实现的一个 transferable 接口，然后这个PNG base64 字符串也是一个原始类型，然后我们也测试。它在那个跨线程去传递其实是没有损耗的，损耗很小，就几乎可忽略了。经过那个API 的一个替代和一个多线程的优化，我们发现那个这个还原图里面那个节制长任务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但是那个右上角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深紫色区块就凸显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CSS 的一个渲染消耗，我们就分析代码，就发现其实就是这行代码导致的。因为那个图片其实太大了，有100 KB， 然后这个渲染的时候有点消耗资源。对，然后我们知道这个mask 它其实主要是提那个轮廓信息，它对那个质量和尺寸是没有什么要求的。那我们就可以缩小这个 mask 的尺寸。然后在合成的时候，我们给它拉伸一下，拉伸之后再跟那 DOM 程序合成，那其实是不怎么影响那个最终的一个效果。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主线程的一个 CPU 消耗可以基本上到5%左右了。那这个感觉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它的一个优化感觉到头。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场景它是可以不去运行的，就是弹幕比较少。就没有弹幕或者弹幕比较少的时候，对你这个运行就没有意义啊。这个弹幕数据的状态，其实在业务层很容易就能获取到，所以我们SDK 只要提供一些启动和暂停的接口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场景就是画面中没有人的时候，其实也是没必要去计算了。我们可以逐渐来降低它的频率，然后来减少计算量。前面提到，我们为了性能就选择了一个 Surface Contation 这个模型，它是没有提供这个点位信息的，对，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图片的原始数据，就 RGBA 这种数据来判断它有没有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按经验，这个人大概率都出现在有一个图片出现在一个视频区域的中间，并且是一个连续的区域，它不可能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点，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征进行写一个性能比较小的算法，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心点开始检测，然后可以左右反复横跳，遇到任意一个阿尔法值为0，就表示这个画面有人，对吧？
然后前面我们讲了也降低了这个 mask 这图片的一个分辨率，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以一定的步长来跳跃检测，所以它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性能消耗其实也是非常小的。好，这是最终的一个效果展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弹幕基本上跟人是不会有重叠的。然后你看他手那个抬起来也是瞬间可以在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个，对吧？看效果。那这个是一个优化过程的一个总结，对，就是我们选择一个模型，选择一个性能好的标模型，然后降低提取的频率，然后也替代实现了一些比较占性能的、比较耗性能的一些 API，然后多线程优化，然后缩小 mask 的尺寸，最终那个 CPU 占用是从70%降低到5%。然后没有弹幕或者没人的时候，这 CPU 其实只是接近0%了。然后这个优化过程的经验，对，总结一下优化过程得到一些经验吧。就我们可以结合业务的场景特征进行一些分析优化，完了可以得到一些，完了有更多的途径或者更多的思路来优化我们的性能。优化之后，它的一个主要计算量，其实在 GPU 了 ，CPU 其实是已经比较低了。对，一般情况是没啥问题的。那如果你的程序本身就比较耗 GPU，这可能需要额外关注一下。那这套优化方案呢，它其实是可以扩展到那个其他应用场景的，就比如绘中的那个背景替换，对吧？啊，自动马赛克或者抠图。哎，刚才老师就有讲到这个场景，用这场景做的一个对比吧。然后像人体姿态检测啊、互动特效这个，其实是换一个模型也可以实现的。对，我们刚刚也介绍那个 MetaPipe，它其实有蛮多的模型可以用的。其实我们还可以就是关注一下 WebN 和 WebGPU 的进展和应用吧。这个相信我们未来就 Web 可实现更多的比较炫酷的一个动效，对吧？也可以有更多的那个更加多元化的一个交互形式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那右边是哔哩哔哩技术公众号，然后里面可以找到本次分享内容的文字版。然后下面的链接其实跟本次分享没有关系啊，因为前面好几个我是临时补的，因为前面好几个讲师都提到了一个 Web Codec 这个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嘛，对。然后这是我自己正在写的一个项目，它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就在纯浏览器环境去创建、编辑和录制这个视频。对，然后现在正在开发中，然后有些 demo，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但是它没有文档，只有 demo。对，然后有兴趣可能也可以看看，然后关注一下都行。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